这个你又不是做 APP， 不是做平台，对吗？你又不具备规模效应，就产品的体验并不会因为你的用户多少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像这种就是要很警惕的。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SL， 我是阿文，我是悠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波菇的创始人李总。Hello， 大家好，我是波菇的创始人俊聪。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这个品牌叫波菇呢？然后还有关于就是一些品牌的包装，你们是有什么想法吗？因为就是确实有留意到，最近有很多消费类的产品其实是靠包装取胜的。其实现在就是很多人都讲什么颜值即正义嘛，但我觉得也未到正义那个程度吧，但它是一个很就是决定你第一印象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先说一下那个为什么叫波菇这个品牌的名称。其实当时我们是想着很明确，就是围绕着谷物然后去做健康食品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说能不能以这种提醒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健康的意识的，只是说想跟做之间它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难点，比如说没时间、没精力，或者是懒啊等等，或者对啊，有各种各样的。那我们是想着说，那去提醒这种，然后就又可能这种思维比较发散啊，又想到说布谷鸟，那英文是叫 cuckoo 嘛，对，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去造一个词呗，就把 C 改成 B， 就叫布谷，然后就这样把那个音译过来，就叫波菇。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设计里面也是做了一个鸟的这种形象的 IP， 其实也是它品牌命名的一个由来，是这样子。对，然后包装上面的一个设计考量，其实首先是在它形态我们就是基本上定了这个框架了嘛，就是以这种吸嘴袋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是希望说它整体比较方便携带，跟吸食的时候可以好拿等等，有这方面的考量。然后画面之上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希望是表现出一些更年轻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然后包括在色彩方面，我们目前其实就是通过颜色去做一个口味的一个区分。对，包括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一些像以黑色谷物、黑色食材为主的，那它可能就是偏这种什么黑金的呀，或者是一些绿色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一款类似绿豆百合啊这种比较清爽的这种，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吧。但目前来讲，我认为在视觉上我们1.0 的版本还是没做的特别好，就接下来还要再继续迭代。我们也有去考虑说用一些比如纸袋啊，或者一些什么甘蔗或者是一些淀粉的做的这种纸盒这种东西去做一个包装。对，您会把一些你们的数据啊什么的都提供给代工厂，那代工厂会不会说他会自己做打板，或者是帮助其他的企业做这样的就是类似于抄袭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商业合同或者是协议等等去做一些约束，但是在现实当中肯定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所以就需要说在这一块你自己要做一些，也不是说套路吧，就留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它配方设计啊等等这些，我们就保留了一款像我们自己比较小众或者独特渠道的一些原料，那这一块的话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吧，就是能够规避一下，就至少其他人要抄配方啊，或者是模仿你的话没那么快。然后包括说他们也有一些潜在的用户在给其他用户做配方，我们也会去打听啊，但是至少目前看来我觉得他们这一块还蛮敬业的，对，就是保密会做的相对比较好，对。然后像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团队内部是留了一手，就为什么要做客供的原料，就是在做配方设计的时候，我们稍微会考虑到这一点。
就有些原料可能他们或者是其他的品牌未必能够那么容易找得到。我们目前其实就有一款大概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在用的原料已经是达到它那个另外一个品牌它的要求了，但是他们就自己找不到。那工厂它也确实是够职业，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们客供的，对，他们就没有把我们的原料去给到他们去用这样子。您通常是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到用户的反馈呢？包括您会在这个过程中关注哪一些指标呢？我们主要有几个渠道的来源。反馈上面的话，一个是我们自己电商店铺上面的已经购买的用户，那我们会去做一些回访，和他们直接沟通。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在一些平台，像小红书这种，我们去发一些试吃的招募。对，有一些品牌方他的试吃招募可能是打着试吃招募的名义，让大家去发笔记去做种草，它其实本质上是置换。对，但我们的试吃招募就是我不要求你发笔记，你只要是符合我们的筛选条件，我们就免费给产品给你，那你吃完之后客观的给我们做一个评价跟交流这样子。对，目前来讲主要是这2个渠道会多一点，从收集反馈来看。其实我们看食品的话，它其实我们自己评价有几个维度的。首先从就是它的作为食品来讲，不管是健康食品也好，还是零食啊、休闲食品也好，我觉得最本质还是说要做到好吃，就口感方面，或者是至少你不要说难吃，或者让口感这个体验成为一个阻碍购买的一个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口感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维度，然后第二个是，但口感上面我们又会拆的比较细啦，包括说从它的一个制构其实就是类似于说它的固体液体它的粘稠度啊等等这些，它是属于制构方面的。然后还有风味，你能不能吃到南瓜味啊，还是说红豆的味浓不浓啊等等，我们又会拆出一些很细的维度。但消费者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没有这种具体的体系的，对，就是完全是靠我们去做引导。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性价比，我们也会很关注，因为古稀这种食品它还是属于快消品嘛，快消品那性价比是现在很多人决定他们要不要复购，会不会复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考量的。对，然后我们在做反馈的时候还会设置一个也蛮关键的算是一道问题吧，可以理解为是这种净推荐值。对，这个就很直接，我们就会直接问他说愿不愿意推荐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对，我觉得这个指标是现在其实很多品牌会关注的，就除了复购率之外，然后我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这个我们会让他打分，对，一般是1到10分的这个标准嘛，那基本上如果是8分以下的，就算是7分跟6分，你都可以觉得说你的产品力不够，对，还需要改进。对，我们内部都是这么算，只有超过8分以上，我们才觉得，哎，那至少这个受访对象他稍微觉得还行，你这个产品还可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总经用户群，叫考古研究室，对，然后后面我们想把它改名叫考古社。对，考古就是谷物的谷，对，做了一个谐音梗吧，对，然后里面最近那些用户都会去提他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对，一旦我们跟他说最近在研发新品的进度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各种，对，我要红枣，我要什么，就他们会提，但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其实在我们一开始没做种子用户群之前就有点是这种怎么说闭门造车，然后跟用户之间是很脱离的。对，那虽然现在这个群的人也不多，可能就100来个人，但是至少在我们做产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体感，就是我们能够时刻听到用户的声音，就他们也是很积极的，愿意去反馈自己的想法。
对，因为这批用户我们是筛选过了，就是说他们是很忠诚的，就是有也不一定很忠诚，就是说有复购，然后或者是说他觉得你现在产品有些人他就觉得啊真的很好很好，但这部分人其实不会特别多。对，那里面还有一些是他觉得说还行，但我觉得你们还能做得更好，而且他是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把我们未来想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也有跟他们分享过，然后他们也是会觉得说还不错，那值得他们去关注跟花费一些时间精力给我们提建议。当然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专属于他们的一些权益福利，比如说新品的优先体验啊，包括每个月的一些寄一些什么东西给他们再去试啊，等等，都会有。向您请教一下，您是如何考虑市场营销这一块，包括您是怎样做渠道方面的？渠道的话，现在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是暂时先做线上，对，但是我觉得作为本质回归的话，是一款快消品。那线上线下的渠道一定都是要做的，都不能放弃一个。然后那为什么现在先选线上呢？是因为说线上跟线下，其实我过往的项目我自己都有操盘的一个经历，然后线上线下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对团队的要求也会不同。然后线上对于我们波谷现在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跟用户的互动会更直接，我们能够更快的去收到一些反馈，对。然后现在等我们产品更成熟的阶段，我们会往线下去走，然后线下我也可以分享一些线下的话，这2年变化也蛮大的，就是我们做商超渠道会这么去划分嘛，比如说像大的连锁我们叫 KA 嘛，然后还有一些是这种中小的这种 BC 类商超啊等等。但今年其实看下来，可能大家觉得活得比较好的就是这种大 KA， 可能很多都出现一些问题。好的话，可能像山姆 Costa 这种会员制的这种，但说到会员制，其实我很多的渠道，据我所知，其实会员制都是大家已经很早10几年前都已经玩过的一个事情了。是的。我觉得本质像山姆为例子的话，它并不是所谓的什么会员制，是它的一个取胜。它取胜的点其实在于它的选品，因为它的选品是外面买不到的。但是你现在去沃尔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K， 你发现同质化很严重，同质化你就不想，然后对啊，所以我觉得选品供应链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关键。然后刚才也讲到说，像 BC 类的一些情况，因为现在整个宏观环境发展的不是特别好嘛，所以是有一些渠道出现了一些货款的一些问题，像账期啊，对等等，其实还蛮这2年出现的问题的渠道还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会导致说我们现在暂时先放一放，比较谨慎一些对线下这一块。那像便利店这种是属于您刚才说的这2块？也不算，它就是属于一个独立的便利店的系统。那便利店这块其实也看，就算是你一个没有太多知名度的一个品牌，你只要有费用，你其实还是可以进的。但是进了就不一定意味着你在这个渠道就能够活下来，就能够卖得动，就能够受消费者喜欢。特别是你进了这个渠道之后，像便利店的系统，他们的考核一般都会很严格。某渠道据说是动态3个月内，就是后面30%的品，他们都是动态的清掉的。对，像这种，所以他们可能会经常会更换一些品类。对，会去更换，类似这些。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就线下不同的渠道，它有不同的一些特质。所以在这个一定是基于说你产品足够成熟之后才要去尝试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吧，就至少目前从我们这个产品形态来讲，现在很多的速食品，因为我们其实产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源自于传统八宝粥嘛，那这种罐装八宝粥，
我目前的感觉就是他们60%-70%的销量还是在线下。对，没错。对。那你们在营销上有什么独到的思路吗？或者有什么策略和想法吗？其实营销上的话，因为现在前2年起来的很多的新消费的品牌，大家很多都是吃到了流量的红利。对，那现在流量红利已经是大的红利点已经是不在了，然后包括说新的媒体出来，整个媒介环境的一个变化之后，其实打法方面，包括整个环境肯定也是在变化的嘛。那我们团队的判断就是说，接下来的红利点就是出现在内容本身。就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是，比如说你产品本身是一个内容，你写的一篇推文，你拍的一条视频、一张图片，都可能会是一个内容。就是怎么去把你的这些内容在适当的渠道曝光给想要让他们看到的这些用户。对这个，然后具体在说渠道的选择方面，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像小红书啊、抖音啊这种，都是目前做品牌绕不开的一些渠道。对，兴趣电商这一块是。对，像抖音的话，它就是兴趣电商嘛，围绕着兴趣来推这一块，因为这个其实它这种流量分配的机制跟其他的平台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开天猫店嘛，然后像天猫店的话，它的流量分配机制是属于那种就马太效应，对，你在某个细分的类目里面，你能够占到 top 几，那你就往往比新进，对，你往往就比新的玩家有更多的优势在那里，对，所以这种我们现在就是不同的平台都有不同的策略去应对这样子。考虑过 Keep 吗？ Keep 因为他们自己也推品牌，对，我曾经也是 Keep 的用户啦，然后对，曾经是用户，对，曾经用过，对，现在没怎么去研究，对，但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像还有一个叫什么超级星星，对对对，对，他也做一些线下的那些。您刚才有多次提到迭代这个词，然后迭代的话一般都是互联网人会说的话，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您在大厂工作过，那您的互联网思维是怎么运用到食品行业里面呢？我是传统大厂，我算是半个互联网人吧，就当然我对这个行业是一直都很关注，包括有一些项目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我觉得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就拿我自己体感就是真实经验来讲的话，有几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在打造产品之上的这种 MVP， 我们用最小可行性的这种模型来跑这个产品行不行，包括跟传统食品行业有区别的，像就快速迭代的这种思路。因为像传统食品行业来讲，它其实没有快速迭代的这个思维，对传统的食品人来说，他们过往都是这种说，我可能很多就是老板拍脑袋，然后就下面的生产研发你们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基本上都是内部，他们也不会去，很少会有在中试小试阶段就去到市场去做验证，然后试完之后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觉得差不多 OK 了，然后就砸广告。这个是在纸媒跟电视广告媒体兴盛的那个时代，就是这么去玩的，然后就开始下面可能销售经理还是市场经理就准备上产品的时候，就是约谈各地经销商吃饭该吃饭该什么的就安排了，然后就开始铺货啊等等，以前都是这么玩的，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觉得互联网思维更多还是会用到除了产品之外，还有像在营销推广这一块，但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一样的啦。我倒觉得说有一些思维是不能用的，比如说这种
食品本身它是不具备规模效应的，但我们发现其实这2年有一些新消费的品牌是用互联网的那套打法，是说希望说快速的烧钱，然后能够把整个品牌或者是整个打起来，但这个你又不是做 APP， 不是做平台，对吧？你又不具备规模效应，就产品的体验并不会因为你的用户多少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像这种就是要很警惕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说什么互联网思维的这个事情吧，就是你做食品的，你就回到食品本身的这个逻辑，你觉得说你在做产品研发也好，你在做推广也好，究竟是应该怎么去想，你只要从底层逻辑能够梳理清楚，然后你再想想有别人有没有从其他行业、其他品牌或者其他的团队那里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仅此而已。想请您聊一聊，就是您比较欣赏的消费品牌，或者说您有哪些不太欣赏的消费品牌？也没有说不太欣赏吧，就是毕竟我们自己也是没有做的特别好。然后我说一说欣赏的，就是3顿半。首先他们在营销上面很克制，然后在极客上面我也关注了他们创始人，对，有一直关注他。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品牌出来的一个。首先在调性，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内敛或者是相对比较低调的一个品牌，但是它又不会影响说让消费者或者是受众去喜欢它。包括你如果具体到一些业务营销层面的一些做法上面，我觉得真的都，如果你是一个品牌广告人啊等等，我觉得应该很难。可以不喜欢他们，像这个法航计划，对吗？这种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反正我就觉得现在他们法航计划做到现在应该是第5、第6季了吧，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子。原先是出于说对于环保，因为是出于说消费者觉得说他们这个罐子不环保嘛。但他们就是在整个事件还没有发酵成很负面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内部已经想好要去做这个法航计划了。那这个法航计划，我觉得它现在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环保或者是一个包装回收的一个动作了，它已经是内化变成了它品牌的一个标志之一，变成了它的文化的输出。它借这个事情又可以提升消费者的粘性，又可以增加跟用户的互动。包括现在很多消费者都是去报名成为他们的志愿者，他们还叫了名字叫大福嘛，就是他们对志愿者的一个称谓。所以我其实本来今年很想去参加的，我也攒了一些罐子，但还没去成，没报成。我也是蛮感兴趣，我反正看他们小红书别人分享出来的，包括他们自己发的一些图片啊推文，我觉得都让至少说像我这种已经上了一点年纪的年轻人，我觉得会很向往，或者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有想去参与的一个冲动。然后他们在于产品这一块的话，我其实一直也很想去了解，你说他产品做得很好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予置评啊。就是咖啡这一块我其实也是半小白，但我是基本当你喝了挂耳或者是咖啡之后，你就比较难去接受速溶了，是对，是这种。但是我很欣赏他们的品牌，他们还有一个类似于种子用户的一个社群，应该叫做领航员计划，我不知道是不是，但这个是我一直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的。我很好奇他们这群种子用户是怎么做。据说现在应该他们是控制了严格的数量，应该是不超过1000人，或者是不超过500人。从他们一开始到现在，应该都一直是大概是这个人数。然后也据闻这些人里面，他有很好玩的这些用户角色，比如说插画师啊、摄影师啊等等，他们有一定的选择。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去做这些社群的维护，然后他们平时是怎么聊产品的，跟这些用户是怎么去挖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看品牌的话，我个人我是分2个维度的，你看知名度跟美誉度。其实现在很多品牌它有知名度，但对没有美誉度，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对，知名度你可以砸，对吧？但是
你能够炸出来品质啊、口感啊这些是就炸不出的。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知道三顿半的话，不管你是不是他的消费者，你都会有一些赞许啊，或者是偏正面的一些评价，这个就是美誉度的体现。然后你像说其他的像我们食品品牌的王华宝啊、好麦多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做的还蛮好，但是他们就是唯独在品牌美誉度这一块，你可能有一些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是的。但你说能够达到像三顿半那种，说你一提到这个品牌，他就这个还不错什么，没有，就还做不到。对，这个其实那个刀姐她自己提了一个理论，叫做势能品牌跟动能品牌。就三顿半这种就是属于势能品牌，但这个理论我其实我也还没理解得很透彻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做势能品牌，我个人可能觉得是个更好的选择。您是怎么看待现在食品出海的机会呢？然后您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计划？计划倒没有啦，因为现阶段还很早。然后其实出海这一块我有稍微关注，但也关注的不多。但一开始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去做品牌，我们也是坚信说，未来10年会是在我们中国会诞生出有国际性品牌的这么一个机会。但现在因为我们还太小了，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肯定希望不只是在国内的市场，也能够输出到国外去。就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就像日本的无印良品等等。对，我觉得我们国内也有机会走出这样子的品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一键3连，也可以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波菇，可以上天猫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波菇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谷物的更多可能。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